大家好，这节课呢，我们来给大家讲一下黄色牡丹怎么画。黄色牡丹啊，实际上是不太好表现的一种。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黄色颜色太浅了颜色很浅。那么我们在画的时候呢，对吧？在纸上，那纸是白的呀，纸就非常浅。然后呢，你用黄颜色去画在纸上，就很难表现出这个黄色和纸就产生不了一种很强烈的对比。所以说，在画的时候呢，相对来说就比较难一点。那我教给大家一种就是绘画的方法，这个黄色牡丹怎么画？咱们在画黄牡丹的时候实际上呢可以加上一点朱标色。那这个朱标色呀，它也是橘黄色对吧？它是属于橘黄色的，它是朱标用我们现在的这个颜色来区分的话呢，它其实是一个橘黄色。所以说呢，我们在画的时候就可以运用这个特点，就是说，那橘黄色也是黄色呀，对不对？整体的是黄，然后呢，里面加上一点橘黄也就是偏红一点。重颜色的地方呢，让它加上一点橘黄；浅色的地方呢，用藤黄加太白去画。那具体怎么画呢？画的方法呀，实际上呢是和以前一样的，也是用太白，先调一个太白色。然后呢，笔尖上调一点藤黄笔尖上调一点藤黄。然后呢，咱们开画画的时候还是先要定好这个牡丹花头，我们要画在哪儿呢？要画在哪个位置呢？比方说我们要画在这个位置还是一样用笔的时候呢，要找准我们画的这个是反面的花瓣，对不对？那反面花瓣这个位置要定好呀，这个位置这个感觉要找对。实际上画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吗？可以多看几遍，用笔是非常灵活、非常自然的，各种方向的，对吧？都可以用。但是为什么可以这样画的？为什么我可以画的这样自然呢？因为我了解了结构，因为我对这个花朵的结构是非常了解的，对吧？画什么颜色都一样，一定要了解结构一定要找准规律。我们画的时候呢，就是在画它的这个反面的花瓣。那反面花瓣呢，咱们经过过渡，对吧？真实的牡丹花，它的反面花瓣也是比较规矩的呀。那我们用写意手法画的时候呢，要找准它的这种感觉，然后呢，去加强它的这些大小的变化。有些笔触稍大，有些笔触稍小，加强它的这些变化之后，再画出来这个牡丹就是生动的，并且呢，还具有神韵的还非常自然的。那之后呢，再调藤黄色之后再调藤黄。笔尖上这个时候就可以调一点点朱标色了，因为颜色太浅了，黄色根本就显现不出来。那在这个黄色加一点这个朱标色之后呢，我们再来看再来画这个。那这个时候再画，大家会看到这个时候再画的话呢，这朵黄色牡丹实际上已经展现出来了，对不对？实际上呢，已经展现出来了已经展现出来了。还是和之前画法是一样的还是和之前画法是一样的。这个地方呢，我们再来上一个小的花苞。小花苞我们画在哪儿呢？可以画在这儿。有大点的，有小点的。那所有的用笔都是一样，有大点的用笔，有小一点的用笔。那这样出来的这个感觉就是有大有小有大有小，有亮有暗。那这个时候我们发现这个藤黄，太黄太亮它不够暗。暗的地方怎么办呢？暗的地方我们再继续用这个朱标色给它点一点花心，但是这个时候大家注意，这个花心并不需要点的很重一定不要点的很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藤黄色的牡丹，它的花蕊就不是黄色的了，它的花蕊是其他颜色的。它的花蕊我们可以用墨去点，也可以呢用胭脂去点。
总之呢，也是在找一种变化。你如果说这个时候还用藤黄加太白去点这个花心，那一定会非常难看啊，一定会把它糊在一起。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用其他颜色去点它的花蕊的。所以说这个中间呀，不需要我们画的太重，不用画的太重的。那这些地方用一点太白色啊，再去提一提，让这个满面花瓣呢更加自然一点，就可以了。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调一个胭脂颜色了啊，调一个胭脂。胭脂颜色啊，调的时候呢，要调的略浓一点。还是一样，点的时候呢，啊，咱们还是一样的点法啊。在点之前啊，是可以这样的，就是说，你像我是往往不画这个中间的雌蕊，我是直接用这个雄蕊啊把它挡上了。那么大家在画的时候呢，可以加上一点雌蕊啊，这个和个人画画的一个感受有关啊。那咱们示范的呢，大部分都是偏侧一点的，所以说中间这个地方啊是被挡住了啊。我有时候就直接就把它挡住了，就不画它了。大家画的时候呢，可以画，可以不画啊，这个都是看大家的一个习惯就行。也是一样，点的时候呢要注意这种传三聚五，要有变化才行啊，不要点出来啊都是平平的，平平的就不好看了。哎，这样去点它，那点完花蕊之后，大家看一下，是不是瞬间瞬间就不一样了，一下就多了一个很重的这样一个地方，一个颜色啊，这个黄色的牡丹呢，一下就变得精神了啊，一下就变得好看了。为什么精神呢？为什么好看呢？实际上都是一样的，画面当中存在了这种对比变化啊，存在了这种大的规律性、对比变化性，那么。大家再画出来也是一样，画出来会非常好看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大家在画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就是学习一定要学习规律，学习方法，不要局限在每一笔怎么去画，而是呢要体现出一个大的变化，大的规律才行。下边的话呢，你像这个黄色牡丹，我们可以用墨色去和它进行一个对比，或者是呢用绿色也行啊，墨绿色也可以画这个叶子以及枝干。那在牡丹构图方面实际上构图是有构图规律的，但是实际在运用的时候呢，那这些构图规律是可以灵活去用的啊，这些构图也是一样。你像我们之前就是讲这个构图对吧？所有的都要讲构图，那所有的构图呢，那规律性都是基本上一样的，比方三角形S 形主宾关系对吧？那前后穿插关系那这些都是在讲构图。实际在运用的时候呢，大家只要记住一点所有的画画，只要在形准的基础上在这个形态感受的准的基础上，然后呢加以变化，就是在找矛盾，然后矛盾再统一。那找什么矛盾呢？找聚散的矛盾找这个舒展以及呢密集的矛盾，就是在不断的去找矛盾。这个地方比较密集一点，这个地方呢我们画枝干的时候就稀疏一点。找到它的这些矛盾然后找到矛盾之后，我们还要进行统一。那么统一是什么统一呢？就是说你不要把它画的矛盾太强太抢眼、太强烈也不行要适中，既要有变化，也要呢适中。这个其实挺矛盾的，但是画画的时候呢就是这样一种逻辑，就是这样一种底层逻辑。这是下面的那个木本的枝干那一段，上面的话呢，草本这一段就可以画的稍微细一点稍微的这个舒展一点稍微的柔软一点，
舒展一点，对吧？它的枝干啊，三叉九顶，先给它表现出来。那这个三叉九顶，我和大家说一下，这个三叉九顶啊，实际在运用的时候呢，并不一定真是这样三叉九顶的去整，好多情况下呢是可以加以变化的。好多情况下是可以加以变化的。我们因为刚开始学，刚开始画啊，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画的规矩一点。那到后期的运用的时候呢，是可以产生更多变化的。因为城府稍微大一点的作品的话呢，它构图会很复杂呀，那个时候就不一定完全按照这个去画了。根据画面的一个整体，里面呢，我们心中所想啊是这样一个结构。那实际运用的时候呢，可以更加自由一点，可以更加放开一点。整体的一个构图是一个三角形的啊，然后叶子这一块呢也是一个三角形。有些是反面的，侧面的叶子。甚至一些地方也可以加上一点点的赭石啊，可以加上一点点颜色的。点上一些苔点，增加它的一个层次感。再用浓墨再用浓墨呢来画出它的叶脉。画这个叶脉其实是非常讲究的，它的一个方向感，然后决定了这个叶子的一个走向。画的时候呢要有提有暗，反复在强调这个问题，对不对？有提有暗，这样画出来呀才好看呀。大家刚画完墨叶的时候呢，可以等一等可以等干一点再去点叶脉。当然，你可以尝试一下，对吧？其实什么事儿呢？我讲的这些规律，往往大家需要自己去尝试，甚至一些错误的，你们也可以去尝试一下，看看，看看你们用错误的方法，对吧？是不是画出来不顺手啊？那样可能记忆更深刻一点。好多事儿呢，就像小马过河一样，孩子时候就学过小马过河，有时候真是这样，就是说尝试之后才真正能体会到这一点，才能明白这一点。那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可以给它增加一些补景了就是说一幅画面当中，对吧？除了这个牡丹花的一个造型之外呢，我们是可以给它加上一些补景的尤其是比方说这个，那一个黄色的很亮，我们用墨色的叶子来画，这个对比其实是很强烈的，对不对？那我为什么没有用绿色叶子给大家示范呢？我想给大家加一个补景用绿色叶子
和它的对比关系会稍微减弱一点啊。但是的话呢，我们可以通过补景，对吧？当大家一幅画面当中啊，不仅是牡丹啊，其他的都是适用的。当大家画完发现之后啊，哎，你的画面当中这个对比啊太强烈了，怎么办呢？去调一个适中的去调一个适中的颜色或者墨色，然后去进行调和。那比方说这个画面当中，那我就可以加上一些小的植物啊、小的草之类的，对吧？哎，给它加一加，然后给它进行一个补景。我就可以选择用这种比较淡一点的淡草绿来给它加。怎么加呢？可以加一下就是草本的一些很高的一些小草的感觉就可以了，围绕着这个枝干这儿。那枝干也是一样，枝干有点单薄的，枝干就这么一个枝儿啊，出现一个花头，一个小花苞，也是给人感觉有点单薄。那加上一点这个，对吧？小草的感觉啊，瞬间的这个画面呀，就支棱起来了啊，就这个丰富起来了，就丰富起来了。那这些怎么加呢？这些小的补景啊，其实就和兰花那种出枝方法，包括竹子出枝方法啊，都很接近啊，都是通用的。比方说这些小枝，对吧？啊，怎么穿插啊？不要画的太平行，也不要画的呢这个粗细都一样，要有粗有细啊，要有穿插，三个点不能交汇于一点。那这些都是兰花的一些用笔方法呀，对吧？啊，同样适用于其他的一些花卉。所以说，为什么好多有时候我就在想，就是说咱们画画对吧？千万不要怎么办呢？千万不要只学一种啊，只学一种的话呢，就容易画的死板啊，画的僵硬，然后思想的话呢也放不开。一定要多学习啊，各种技法融会贯通啊才可以。因为只学这个，比方说只学牡丹，那这些小的植物是画不出感觉来的。那补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啊。有精力嘛，有精力就多学啊。包括你像我的有些学员，然后他们是之前对吧？其实中国画不讲究这个先学素描，但是有些同学啊，有些学员他是之前已经学过素描了呀，并且已经素描画的还很不错啊，已经画的很不错。然后这个时候啊，我们中国画学习的话呢，不需要先学素描，但是你如果说有素描的基础，对不对？你有素描基础，那么你造型能力是很可以的，很 OK 的。那么那个时候呢，你只需要掌握咱们中国写意画的这种用笔用墨方法啊，掌握中国画的这种规律，对吧？那么呢，就会省去造型那方面的练习的时间是很有用的。所以说很多知识真是这样，你把一个知识学好之后，是可以用在很多地方的，艺多不压身。那这个黄色牡丹的话呢，咱们就画好了非常简单，非常简单，还是运用我们之前那些技法然后呢，调色上加以变化然后呢，这节课还讲了一下简单的补景简单的补景。补景的话呢，
找到它们一个中间色啊。不同的情况下，补景呢也要有所不同。那这个是因为我们对比比较强烈，所以我们找了一个中间色。那遇到另外的情况下的，对吧？遇到另外的情况呢，我们会运用到不同的一些补景的手法。这个都是补景嘛，就是要补充我们之前的画面。画面好的话呢，就不用加补景；画面不好的话，画面有一些瑕疵，对吧？就加上一些补景呢，给它过渡一下。那这样有时候一过渡会比之前画的呢还要有意思，还要有意境感这样的。那这个其实我们算是一个三角形构图，也算成一个弧形构图。就是构图方面呢，其实这个挺新鲜的，比较新鲜的。好，这节课我们就先讲到这里。